上回说到，山治中了黑玛利亚的圈套，被黑玛利亚给抓了起来。表演层中，马尔科帮助乔巴对付冰鬼丧尸，乔巴与毛皮族的医生们赶制解药。大河准备送桃之助和小忍到港口逃出鬼之岛，没想到鬼之岛被凯德制造的焰云送上了天空，正朝着花之都的方向飘去。回到岛内，仓库里的巨龙雕像勾起了大河的回忆。当年打破这个雕像的男子，竟然是路飞的大哥火拳艾斯。山治试图从黑玛利亚的手里逃走，但没有跑出多远就被黑玛利亚给抓住。黑玛利亚的团队里，除了他本人，其他女人都像怪物一样，连巨型蜥蜴都不放过的印度三哥见了这些女怪物都要摇头拒绝。但山治还是无法对他们下手，犹如待宰的羔羊被黑玛利亚玩弄。与路飞分开的慎平留下了断后，打这些小毛贼太没意思了。慎平帮忙几拳就清了场，骚乱惹来了一个大人物，这就是凌空六子之一福斯福，拥有毛毛果实古代种剑齿虎形态的怪物。据说他的实力可以比肩 CP0 的领导者罗布路奇。福斯福在准备和慎平厮杀之前，无意间道出了一个事情：在慎平还是七武海的时候，福斯福就见过慎平。而当时福斯福并不是以海贼的身份见到慎平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当时我就在你身边也说不定。多余的话福斯福不再细说，看来这个福斯福也是道上有头有脸的人，背景并不一般。表演层里，马尔科用凤凰火焰阻止了冰鬼病毒的传播，武士们和凯多的手下们都恢复了意识。奎因一见大事不妙，命令手下去围攻马尔科。小喽啰们很犹豫，自己是被马尔科所救，恩将仇报似乎不太好。可是如果不听从命令，就会被奎因杀死。艰难抉择之后，他们还是选择服从命令。马尔科让布鲁克和罗宾几人先行离开，自己留下来对付这些小喽啰。小喽啰们一拥而上，手里的片刀把马尔科扎成了刺猬。他们天真的以为得手了。马尔科笑了，你猜我为什么叫不死鸟？马尔科变身蓝色凤凰，抓起索隆向穹顶飞去。索隆感叹道：真不错呀，真不错。马尔科说：都要去面对四皇了，还这么悠哉。索隆回道：有什么办法？船长让我上，我就上呗。马尔科说：我也很看好草帽小子，不是看好极恶时代。如果那个家伙知道自己的弟弟要找四皇干架，会怎么样呢？仓库中，大河替小忍包扎好了伤口，然后接着上期剧情缓缓道出了他和艾斯的故事。几年前，艾斯曾到达过和之国，并与伙伴们硬闯鬼之岛，去解救被囚禁的孩子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那时候的艾斯还是单干阶段，并不是白胡子海贼团的船员，他是率领着自己创建的黑桃海贼团去干凯多的。到达鬼之岛，迎战艾斯的第一个实力派选手就是大河。大河一棍子抡下来，艾斯躲开后用火焰将大河逼退。我们是来找凯多的。骚动引来了更多的守卫，艾斯索性爆了一个大招，将这些守卫全部干翻，然后命令自己的同伴去解救被囚禁的孩子。大河不愧是凯多的儿子，实力竟然和艾斯不相上下，二人打得有来有往，很快寨子里就一片火海。艾斯的同伴们救出了那些被囚禁的孩子，可是四处找不到凯多。大河告诉他们，父亲正在远征，现在岛上一个干部也不在。这时候大家才知道，大河是凯多的女儿。当然了，以凯多的角度来说，应该是儿子。大河驱逐艾斯一伙人赶快离开鬼之岛，并不想过多纠缠，也不想讨回人质。艾斯很奇怪，作为凯多的女儿，难道会这样把自己一伙给放走？大河说：我又没有必要保护这座岛，而且绑架小孩这等龌龊之事，自己也非常反感。大河的话让艾斯对其另眼相待。这时艾斯注意到了大河手上的手镣，他安排自己的同伴们护送那些人质回去和之国，自己则留下来继续和大河比试。大河心里也很纳闷，我这里又不是比武招亲，这家伙这是起的什么劲儿呢？两人乒乒乓乓厮打一起，艾斯用火拳攻击，大河一棍子将火焰抡了回去，火焰在空中引发了大爆炸。在艾斯来看，以大河的实力，完全可以自己组建个海贼团，这么强的身手，为什么不出海呢？大河也很老实，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故事和眼前这个陌生的帅哥讲了出来，自己也很想出海。可是把自己囚禁在岛上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凯多，一提起父亲，大河就恨得咬牙切齿。艾斯也有同感，他的父亲罗杰在海贼们的眼中是一个环绕世界找到大秘宝的英雄，可是在普通人的心中，罗杰就是一个海贼，而且是一个让世界更加动乱的最邪恶的海贼。因为罗杰的关系，大航海时代开启，越来越多的人下海去做海贼，世界各国海贼肆虐，平民百姓的生活被彻底打乱。所以可想而知，艾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世人提起罗杰，都像提起什么十恶不赦大坏蛋一样厌恶。艾斯从小就在这样的阴影中长大，所以才造就了艾斯后来的性格。他告诉大河：“你可不要跟我拼爹啊，我爹可厉害呢。”
可是父母是没办法选择的呀，大河。大河怒道：你可闭了吧，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，只要那个家伙是我的父亲，我就没有自由。从小被囚禁岛上，还被带上了只要离开就会爆炸的手镣，我只剩下一辈子留在岛上这一种选择，就因为我是凯多那个混蛋生的。S 问：手镣先不谈，为什么你的心也被禁锢了？你的强大不是为别人，而是为自己。好好想想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大河表示：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为什么眼前这个男的说什么我都愿意相信？于是大河深受感动，操起铁棍敲了鬼之岛入口处那个象征凯多的巨龙雕像，把那个雕像直接敲了下来。大河说：我也想要自由，想要出海冒险，像玉田一样自由的活着。S 对着巨龙雕像补了一拳，对大河说：说得好啊，大河，现在不迷茫了吧？两人就这样成了要好的朋友。正直的艾斯让大河忘掉了所有的烦恼，二人坐在海边，看着夕阳，静静吹着咸咸的海风。给我讲讲吧，艾斯，你的冒险，世界上的事，什么都好。艾斯说：好啊，不过那可是很长的故事，你要做好准备。两人把酒言欢，彻夜长谈。宠弟狂魔艾斯逢人都会讲述弟弟路飞的故事，大河就这样提早知道了路飞这一号人物。大河问艾斯：现在的海外有什么厉害的人吗？艾斯说：世界各地都有人整活呢，南海的基特，北海的罗，西海的贝基，当然了，最厉害的还是在几年后出海的我的弟弟，他一定会成为最强大的那一个。大河问：你的故事里到底要出现多少次弟弟呀？艾斯掐着大河的脸说：你管那么多，只管听着就好了。那晚他们喝多了，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。艾斯离开和之国的几年后，加入了白胡子海贼团，代替光月玉田成为二番队的队长。那时候玉田被杀害的消息刚刚传出海外，艾斯也打算折返和之国，实现与小玉、大河立下的约定，一起打败凯多，让和之国的人吃饱饭。听闻玉田被凯多杀害，艾斯强烈要求白胡子能够率领大家攻入和之国，与凯多开战，新仇旧仇一起报。而白胡子却竭力反对艾斯的提议。在艾斯加入之前，白胡子海贼团考虑过进军和之国，但是深思熟虑后，白胡子打消了这个想法。原因很简单，白胡子海贼团进入和之国意味着两个四皇开战，那时候战争的规模无法估量，会造成无数人牺牲，许多无辜的人都会被卷入战争之中。艾斯对白胡子说：那就让我一个人去，我跟人约定好了呀，凯多的人头就由我拿下，和之国还有两个妹子等着我呢。白胡子眉头一皱，手中的青龙偃月甩了起来，用刀柄狠狠敲了艾斯一下，怒道：关于玉田都没有打败的男人，你能打败吗？别太自负了，艾斯。黑胡子哈哈大笑，他说：艾斯队长，你很想打败大人物吗？马尔科表示：别扯犊子了你，艾斯的目的可不是狩猎大人物。黑胡子表示不理解，特意去取四皇的首级，不是为了上位，是为了什么？得知艾斯为了去实现约定，黑胡子表示怕了，这么无聊的事情真的不能理解。艾斯想的不是自己的生死，他心系和之国的民生，认为只要自己能干倒凯多，和之国就会得到改变。想法虽然天真，但是得到了马尔科和以藏的支持。他们表示，如果老爹同意，三个人一起去和之国干凯多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大河说巨龙的雕像其实是自己最先敲坏的，不过艾斯是这样说的：这是我下次来之前给凯多的警告。凯多知道后当然很生气，不过这些年过去了，最后也没能看到艾斯。大河知道艾斯2年前已经死了。陶之助很惊讶，大河竟然如此平静，大概是这2年来自己已经将这种悲伤消化掉了。大河说：我在等他的弟弟继承了艾斯意志的路飞。与大河有一样心情的还有小玉，只不过小玉是孩子，没有那么强的承受能力。他一路和娜美抱怨路飞一点不体贴，竟然那么直白地告诉自己艾斯的死讯。娜美摸了摸小玉的头，其实这件事路飞更痛苦。那时候伙伴们什么也做不了，艾斯就那样死在了路飞的面前。小玉说：我不理解。娜美说：艾斯是路飞的大哥呀。小玉吃惊地尖叫一声。可是路飞在和自己谈到艾斯的时候，他明明那么平静，平静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平静的好像死去的那个人是一个外人。自己当时还那么愤怒，说路飞不懂艾斯的温柔，不明白自己的痛苦。原来路飞早就已经将痛苦掩埋心底了呀。马尔科载着索隆向穹顶飞去，沿途遭遇了劲和奎因两大台柱的阻拦。奎因从嘴巴中伸出机枪，对着马尔科一顿扫射。马尔科喊道：你们可是在与新时代为敌。马尔科用蓝色火焰困住劲和奎因，然后用凤爪把索隆甩到了穹顶之上。穹顶上，赤鞘武士们已经被打得失去了意识，现场一片狼藉。而大妈也抵达这里与凯多会合。
大妈特别嘱咐凯多，你杀多少人都没有关系，但必须留尼可罗宾一条命。凯多闷了一口酒问道，你家那个三眼族的小妮子看不懂古代文字吗？大妈说不灵啊，谁知道呢，等不到他开眼了。大妈好奇地问凯多，准备将鬼之岛降落在哪里？凯多回答，花之都中有一个象征光月的城堡，现在正值庆典节日，一旦降落必然死许多人，不过无所谓，奴隶很好补充的。大妈关切地问，那里没有路标历史正文吗？凯多一把捏碎了酒壶，老太婆，你的目的暴露得太快了。大妈也不再掩饰，对凯多怒目而视，你这个臭弟弟，洛克斯毁灭的那一天，在神之谷是我将鱼与果实幻兽种给你的，这可是一辈子的恩情啊，凯多。凯多不想再和这个老女人纠缠，于是二人达成共识，等找到大秘宝之后再做商议。大妈与凯多达成联手，接下来对于路飞等人将会是一番地狱级苦战。